我凭借前世的记忆带领村民们种出了特优级的蘑菇，可收购蘑菇的罐头厂却说我们的是劣质蘑菇，只肯出2分钱1斤。他妈的畜生啊！第二天一大早，江春生和江阳是一块到的县城，眼看着江阳把自行车推进了机械厂，随后江春生自己一个人去了罐头厂。同志，你是哪个村儿的呀？我是咱们蘑菇罐头厂的副厂长，我姓郑，叫郑怀玉。郑副厂长，俺叫江春生，是咱们附近的桃花村的村民。江队长，听说你们村里种出了蘑菇，怎么样？我想去你们村里参观一下。行，郑副厂长，那您要是有时间的话，咱们现在出发，我这就带你回村儿里看。郑副厂长又带了自己手底下的人，跟着江春生来到了村里。等到他们看到塑料大棚，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心里明白，这大棚一看规模可比他们现在的供应商的种植蘑菇的基地要出色得多。进入蘑菇大棚里，几个人有些惊喜，因为这里和他们往日看到的那些蘑菇种植户见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一排排非常整齐，规格也是一模一样。如果这20个大棚全都拿到手里，起码可以供应厂里至少1/3的原材料，而且这蘑菇的质量这么好，这个老登在想啥呢？难道说我们的蘑菇不好吗？江队长，你们这蘑菇质量可是不行呀。郑副厂长，我们这蘑菇不行吗？质量不合格，那你说哪出问题了我们改，那现在的这批蘑菇咱厂里还要不要？你们这个蘑菇的确是不过关，你看这蘑菇有大有小，而且你们这蘑菇白净度也不够，就算是割回去，我们还得重新进行再次的清洗加工，实际上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的成本。一般情况之下，你们这种蘑菇我们是不收的。郑副厂长，求求您想想办法，我们村里也是花了不少钱，才好不容易把这蘑菇养出来的，你要是不收这些蘑菇，就得砸在我们手里。我们村儿里都是村民自己集资弄起来的蘑菇大棚，这些蘑菇要是不收割，过一阵儿就得烂在这大棚里。听你这么一说，你们村里集体上也不容易，村民我也能看得出来，大家日子过得并不富裕，这1分钱都能掰成8瓣花，这么多的钱投入了，如果收不回成本，的确是可惜。是呀，郑副厂长，您看在我们这么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建成蘑菇大棚，就伸把手帮帮我们。江队长，我也知道村子里村民不容易，大家都是兄弟，工人兄弟和农民兄弟是一家亲，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这蘑菇烂到地里。按理来说，这蘑菇呢不够等级。郑副厂长，就求您想想办法，你们这些领导那是我们全村人的救命恩人呀！要不这样，这蘑菇呢我就按最低等级蘑菇品把它收购进厂，1斤2分钱。我操，郑副厂长怎么会这么黑？真是个狗啊！这蘑菇应该按照特优等品级收购进场，竟然出2分钱收人家的特优级蘑菇，狗太他妈狗了！2分钱1斤，恐怕1000块钱都收不回来。江队长，这事情呢我已经跟你说明白了，你要是觉得行，那就跟我们回厂里去签合同。虽然你们种植技术有待提高，但是我们也得帮衬农民兄弟，以后我们就按2分钱1斤收购你们的蘑菇，当然你们的质量要有所提高，我们后期还可以更改合同。郑副厂长，我明白您是诚心诚意来帮我们的，可是这件事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做主的，这是关系到全村村民的利益，这是集体的利益，具体要不要跟咱们厂签合同，我只能跟村民讨论完了之后，我再给您一个答复。江队长，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你应该知道我这个副厂长这是同情咱们村民的遭遇，才愿意跟你们签这个合同。如果被我们厂长知道这件事，恐怕你们这些蘑菇就是2分钱1斤，也进不了我们罐头厂。既然你们要商量，那你们就慢慢商量，这件事我也得回去跟厂长和其他的领导交代一下，总不能让我一个人担这个责任，我一个人也担不起这个责任。都怪我咋这么想不开呢？2分钱1斤，就2分钱1斤，这回可把人给得罪了，人家要不收蘑菇，咱这蘑菇就得烂了。江春生着急上火的，只好又奔县城去找江阳。而此时江阳刚从王科长的办公室走出来，江阳工作的问题被别人查了，因为江阳这个工作是买来的，这个事情败露出来了。现在厂里厂长他们也护不住江阳，只能要求江阳暂时停职回家。没想到冯家对付我的动作会这么快，回来之后立刻就让我失业。老六，这是咋了？没事，厂里停了我的职，我要回村里先休息一阵。春生哥，这是咋了？这厂里是咋回事？为啥你的工作能丢了？行了，春生哥，有啥事儿咱们边走边说。随后两人一边走，江春生一边把今天的事情说了一遍。你倒是说话呀，你别这么笑，我听有点害怕，是不是咱这蘑菇真的不好卖呀？啥也甭说，咱先回村儿。春生哥你就放心，咱这蘑菇我可以拍着胸脯给你保障，绝对是特级品。对方昧着良心这么说话，人家就是故意要压价，说白了就是故意坑咱们，欺负咱们村里人没见识。春生哥，多亏你今天长心眼没有直接签合同，你要是今天签了合同，对方估计该乐死了。这么低的价格还给你签了长久的合同，人家要永远说你这产品是低级品，4等品恐怕一辈子都能2分钱1斤。实话跟你说，我早就已经打听过了，咱们蘑菇罐头厂从其他地方收特级品1斤，连运费下来1毛5。啥1毛5？那个郑副厂长才给我2分钱，那个混蛋居然还让我感恩戴德，我还真以为碰上好人了。
他居然拿我当傻子！他妈的畜生啊！畜生啊！春生哥，你别生气了，咱们还是赶紧先回村。对，咱们赶紧回村儿，不用搭理这些王八蛋。老六，既然到了这会儿，你说咱怎么办？那个正副厂长心眼儿这么黑，我如果去找他，他肯定不能1毛5给咱。我昨天无意说的那话，搞不好还得罪了那孙子。那孙子要是真给咱出点儿啥幺蛾子，这蘑菇可不等人。春生哥，要不然咱俩再跑一趟蘑菇罐头厂？我琢磨着正副厂长也就是个副厂长，咱们实在不行找厂长呗。我就不相信厂长也要把这个推出去。如果实在不行，咱俩跑一趟省里，省里面多的是罐头厂，到时候总能联系上。大不了就是咱们麻烦一点，要往省里面运这批蘑菇。行，老六听你的。第二天，俩人又到了县城蘑菇厂，找到了厂长王战国。刚才有电话说你们来谈关于蘑菇的事情，你们是哪个厂的？是想要蘑菇罐头吗？还是……王厂长您好，我姓江，叫江阳，是咱们县里机械厂原来食堂的厨子。这位是我们村的生产队长江春生。王厂长你好，我是江春生。小江同志，你到底是为什么来的？是想要罐头吗？如果是想要蘑菇罐头的话，这个到销售科找销售科长去领批条。如果我们那边有货的话，按照你们机械厂应该是有配额，该领多少领多少。王厂长，我们不是来要蘑菇罐头批条的，是这样，我们村子盖的蘑菇种植大棚，第一批蘑菇已经丰收了，我们就是来跟您商量商量，看咱们蘑菇罐头厂有没有意收购。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去市里面去问问。江春生急忙把自己带着的那个笸箩打开，里面摆放的整整齐齐的圆蘑菇。小江同志，这蘑菇是你们种的？你们村在哪里？我们村是桃花村，离咱们县里也就骑自行车1个多小时吧。如果是开车的话，差不多半个小时。小江同志，你们村里的这个种植大棚大概有多大？也就是说一次产量大概有多少？王厂长，我们目前第一次做蘑菇种植大棚，所以第一批的大棚数量比较少，只有20个。不过按照现在的产量来说，差不多可以达到2万斤蘑菇左右。2万斤好像有点少。王厂长，我也说了，我们村这只是试验，试验期肯定不可能一下子盖很多大棚，但是我们村准备成立蘑菇种植合作社，也就是说村民们后期会大量开设蘑菇种植大棚，到时候月产20万根本不是啥问题。好呀，真没有想到，江队长，你们村子居然有这样的魄力，那这样能不能带我去看一看？如果我看到你们蘑菇大棚里的蘑菇跟这样的蘑菇质量没有区别的话，咱们立刻签合同。行啊，王厂长，您要是有这个意向的话，那您就带着秘书还有销售科的科长，咱们一块去。如果合适呢，咱们就签合同。签了合同之后，我们这边立刻就可以收割，而且第二批蘑菇就可以顺利生长。如果不出意外的话，2个月之内，我们村子里至少可以再增加5到6万的蘑菇产量。行，啥话也甭说，我现在就打电话，咱们立刻出发。要不然这样，我还是有些丑话先跟您说的前面，咱们这蘑菇收购是按1斤多少钱，您先给我们交个底，免得到时候咱们谈不拢。如果你们大棚里出产的蘑菇都是这样，同样的标准，啥话也不用说，我们是给你按特级标准，1斤1毛钱。当然，如果是我们收购其他地方的，1斤1毛5，是因为中间还有运输费用。可是你们村子离咱们这么近，我们自己厂子里也亲自派车去运，这样省了你们运费，1斤1毛钱，我给的你是市场合理价格。你就是到了城里省城里的罐头厂，恐怕它特级品也是这个价，但是如果那样再算上运费的话，你们就不合算了。1斤1毛啊，我们要是2万斤，这得多少钱？2000块钱不光能把村里欠的这笔外债全都还上，而且剩下的钱再盖40-50间大棚都没啥问题。行，那这样，你们先到厂门口等我，我这就去给他们打电话，准备一下东西，咱们立刻就出发。